为什么很多练泰拳、空手道、跆拳道的人都瞧不起散打？因为没有文化传承。传统空手道简化版入了奥，传统跆拳道简化版入了奥，现在连泰拳都要入奥了，唯独散打一直舔着脸想入奥，一直入不了。丑爆的大裤衩穿上了，大红大蓝的经典奥运配色整上了，封闭拳套戴上来，电子护具也都配齐了。为了讨好奥委会，把整个国术馆体系都改了，弄得不伦不类。奥委会一句话，散打也配。90年代散打规则改变变成打电，大多数人对散打的概念都是90年之后的散打。实际上改规则之前，散打很强调重击概念，因为当时有个规则是不允许连续击打头部。当初乔利夫隔着护具能踢断对手肋骨，而且当初的散打还没有完全从武术的形里边脱离出来，很有武术特点和地方特色。后来规则改了，更标准化之后，造就了今天的散打。实际上从那之后，散打就抱着自己那一套标准到现在，后来发现不行了，又从别的地方取经，现在都偏泰式了，也不知道是好是坏。我倒是觉得老式散打的思维并没有太大问题，空手道都多少年了，体系框架也没变，也出了很多人才，而且都极具特色。散打就有点走偏了。散打的传统教学是先学武术套路，基本功再练散打，套路散打不分家。但现在很多学散打直接跳过基本功想速成，这些零基础小白肯定比不上那些有套路基础的散打运动员。一些健身房搏击教练简化教学，只摆勾边腿正蹬，其他什么扫堂腿等五花八门的腿法和一些精妙的快摔技法不教，可能教练自己都不会，反正就学那么几个动作，小白速成散打。可以这么说，连国人都认为散打是各类搏击术拼凑的山寨缝合怪，早不在乎正统，被市面上的教练魔改。你是否经常能看到教学散打、跆拳道、泰拳、自由搏击武术套路那种缝合怪武馆？相比之下，踢拳和泰拳非常注重正统，也在打假山寨踢拳。但一说散打，没人会辨别，因为在他们心中，散打就是抄袭山寨货。